这条线歪歪斜斜的，谁能看出来一人一半？这是割田术的运用，将田块分为若干归田、斜田、基田、弧田。归田的算法是半广乙成纯，基田的算法是中间半径。别给我说这些没有用。你丈量出来的是3亩6分，对吧？啊？我们家这个地契上面清清楚楚写着4亩，那4分呢？啊？对呀，4分呢？去哪儿了？啊？那4分呢？就是，这怎么少了4分呢？怎么这样子了？大哥，这人是你叫的吧？是你让他动的手脚吧？啊？数性至诚，我没有算错，也不会说谎。怎么平白无故就少了4分地呢？就是这么少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你别在这儿演戏了啊！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？少了4分，你想独吞？谁独吞？给我这4亩地！给我这4分地！处理，咱们去求财。他们都说我算错了，让我反复运送的，肯定没错。幼稚的不是，你跟那些刁民有什么可计较的？你到最后还不是比谁的拳头大？比拳头大小，那要用上宫元宝之术，测其体积，取周与高。咱们今天去的这个赌坊，是揽西人来人华新开的，还不认识咱们俩，还没有见识过你的厉害。今儿就玩一炷香的功夫。来，一起走，来。玉佩1块，头签30两。怎么这么少呀？换吧。陆爷，咱们先想想平账的事儿吧。范老今晚就要赌坊的账目，时间紧，没人做得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钱还不上，地不肯卖。我再给你指条明路，把你女儿卖给我，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小芝啊，父债女偿嘛，传出去也是24孝的一段佳话，是不是？外边干什么呢？分两，再开，杀吧！
家揽戏，您不知道，这俩人在仁华特别有名。那个是风宝玉，是风记火腿铺老板的儿子，是个纨绔子弟，有钱的傻子，我喜欢。您再看那边那个人可更有意思。此人叫帅家木，是个算呆子，平时呆头呆脑的。可有一点，此人算术天通，一旦是到了赌坊，那逢赌必赢。看！哎，陆爷，要是这算呆子能帮咱一把，那今晚这账一定可以盘完，范老那边也就好交代了。看！咱俩赌一把。来，你就赌呀！不是跟你，你啊？不要这么做，随你挑。开牌。你说。有两个至尊，是啊，有两个至尊，怎么有两个？两个至尊，你耍诈！这个我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耍诈。如果再揽戏，你们俩双手全都没了。现在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。听说你精通算学，天黑之前，把我账房里的账都给盘清了。你让家里拿200两银子换你2只手。掌柜的，出事了！宝玉少爷又去赌坊去了，人都让人给扣下了，还说让我们拿200两银子去赎人家，要是不给就剁手。姐，走我行下。陆爷，他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姐，那我本来是赢了300两的，加上老帅最后一把，一共赢了500多两呢。不是，是他们耍诈。朋友，侬是心里噶？哼，你也不在我们仁华县打听打听，就这俩的脑袋，耍可以，诈就算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他们进赌坊，尤其是你的赌坊。这是给您的见面礼。既然都来到了仁华，必须要尝尝我们的风式火腿。
算呆子呢？老帅在账房里算账呢，嫌我玉还在里边儿。哎，我说你，陆远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啊！呆子，姐，走啊！我还没算完。算了，回去了。站住！200两银子留下才能走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脸了。陆爷，何其生财，何其生财！你我个屁！都干！部队掩护，让开！撤！东主，东主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东主啊，黄知府的牌票已经到了，我打听过了，明天就能到仁华。哎，麻烦了，好好一个京官不当，跑到凤兴来当知府，这是从京城给贬下来了。这监察御史是正7品，而这金安知府是正4品，一口气连升了6级，难道不是好事儿？你懂什么呀？在京城，官儿再小，他离陛下和阁老们近，机会就多；在地方，你势力再大，你够不着中枢啊！吵死了，哪不能睡瞌睡了？夫人，要得要得，
天晚上打了一宿马吊。你继续说。咱们金安府有8个县，那就有8个知县。只要8个知县共进退，他也不能肆意妄为吧？哪那么容易啊？你想简单了。你看他们7个县，啊，那所有的知县都窝在自己的地盘里，跟那个缩头乌龟似的。只有我独管的这个仁华县，它是副过县，金安府的知府衙门就在隔壁。你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出点什么事儿，第一个找到的就是我。哎呀，前世行不善，今生做知县，前生作恶多，知县要负锅。对了，今天是放告日，准备升堂审案子。哎，你去跟衙门里说，把今天所有的案件的卷宗都拿给老爷来，趁着那个黄知府到达之前啊，我要把那些积案全给他清掉，免得他借题发挥。3个案子怎么都有你陆飞龙啊？是，你身为揽信人，在我仁华开赌坊，不好好经营，还惹了这么多官司，你该当何罪啊？方知县，此言不妥吧？你是何人？学生程仁清，忝为金安府揽溪县生员。哎，你上堂为何不跪啊？依照洪武宪纲事类，教官生员见上司不得妄行跪礼。学生不过是依例行事罢了。还不着公服，他谁啊？这就是那个这边出了名的宋师，有个绰号叫浩然正气程铁嘴的。啊，程铁嘴是吧？苦主穆飞龙目不识丁，您案子上的宋状，便是我代他写。本县平生最恨的就是宋棍，油嘴滑舌，巧言令色，无事都能掀起3尺浪来。学生生平只奉常理人情、正气、公心8字为圭臬，绝不胡搅蛮缠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审第1个案子，欠债欧偿案。此案清楚明白，半年前，陈大山向陆飞龙借贷纹银10两，当时写明了借据是9出13归，3个月为一期，如今该还18两7钱2分，16两9钱。你说什么？10两本金，9出13归过2期，应当还16两9钱。平时就是这么算的，谁知道这小子搞的什么鬼？你是另外一桩案子的人犯，不要在此喧哗。我没有喧哗，是他算错了。9出13归10两本金，过1期应当还13两，是以取3成立；过2期应当还13两，再加3成，16两9钱。你可知道什么是9出？9出就是陈大山贷出10两银子，到手实际是9两。1期该还13两，取利4乘4，2期总共该还18两7钱2分，有何不对呢？你这是以9两为本金算的，按照契约，应当以10两为本金计算。方知县，依大明律，审案之时，闲杂人等不得插嘴喧哗。这个人在这里胡言乱语的话，恐有挟私报复之嫌，请您主持公道。此言有理。哎，你别在那啰嗦，还没到你呢，下去。可这数字是错的，谁来算都是一样。别说。
你接着说。陈大山，你爱妻情切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借钱给老婆看病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陆飞龙逼你还债，你还不上，他就让你卖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就好奇了，这家里不是明明有地吗？为什么老婆生病不把地卖了给他治病，反而要哭穷去找陆飞龙借钱呢？这，陈大山，你是不是觉得借了钱在地上这么一滚，这笔账就勾销了？不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爹？陈小芝是吧？我听说陆飞龙逼你爹把你卖掉，来偿还这笔债，是不是？是。当时陆飞龙给了你们2个选择，一个是卖地还债，一个是卖女儿还债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犹豫了，左右为难了很久，对不对？换了是我，眼看着自己的爱女要被卖了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卖地，保住自己的亲人再说，怎么还能左右为难呢？你左右为难，就说明你内心深处不是不能接受卖女儿，只是出的价钱还不到合理罢了。不是这样的啊！大明律法可是明文规定，禁止人口买卖。我不是要逼他卖女儿啊，我是要让大家都看清楚了。这样一个家里边有丰厚田产的人，还要在卖地和卖女儿之间犹豫不决，他的良心何在？至亲生病还要借钱，借钱回来还要赖账，赖账不成还要殴伤债主的一个人，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大家同情？太皇叔，这不该还不是被骗你钱，你那是害人啊！我不是个好人。我卖地。方知县，可以结案了。那就此结案。陈大山，从即日起，将你祖传的5亩水田冲抵给陆飞龙，具体数目着购房契合，还清即止，双方撤下干结。人家嫁了吧？唐人杰啊，我今日要没有公事在身。方知县，素闻您精研黄老之学，信奉无为而治，不愿多事。学生做这些不也是为您分忧吗？咱们赶紧下一案吧。就是这个陆飞龙，我们赢钱了，他不给我们兑，说我们作弊，那我们是正当手段赢的钱，怎么不给我们兑啊？正当手段？什么正当手段？讲来听听。老师，你讲。牌九共有32张牌，再加2枚骰子，点数各有不同，只要计算出每个点数的现身，便可有成算。也就是说，你有一手算牌的好技巧，打牌九10赌9赢，对吗？是。书行质朴之诚，方知四海皆准。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其中的道理，到哪里都是一样的。封宝玉，仁华县学的详生。对啊，课业如此繁重，怎么还能去赌博呢？哎，这关你屁事儿啊！方知县，朝廷每年拨下这么多的钱粮，补贴给各级的府学、县学，为的就是正风气、肃人心，让读书人可以安心读书，将来回报朝廷圣恩。可是这个纨绔呢，整日不思进学，流连于赌档之中，沉迷于算牌之术。宝玉不喜欢算术，他只喜欢赌。实在是玩物丧志啊！这人家玩不玩物、丧不丧志，他自有家长管束。接下来问，方知县，您刚刚不是也听到了吗？这帅家莫说了，这个法子啊很简单，人人皆学得会。倘若你判他们2个获胜，那接下来会怎样呢？整个仁华县学乃至建安府学的每一个学子就都知道了，只要掌握这个法子，连这种纨绔都可以在赌坊里赢得如此多的金银，那必然是人人都趋之若鹜，谁还有心思进学呀？如果赌场不加以限制，任由这些学生们随意赌博的话，整个金安境内将无人再用功读书，来年制举无人重视怎么办？影响地方官的考评怎么办？金安长此以往民风堕落，唯利是图，又怎么办呢？对呀，
所以啊，陆老兄为的是金安的学风，才将这两个人拒之门外，坚决不开这个口子。陆老兄此举真的是用心良苦，防患于未然啊！方知县，您看，常理人情之外，方有正气攻心。小莫，今日他们是不是让你给赌方盘账？姐，盘账。盘了。哦，对，你帮着赌方盘账，是姓陆的逼我们盘的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帮着赌方盘账啊？确实是忘了。你为什么？他们说如果我盘得好，就可以放了我们。那你盘的又如何呀？盘得赌当30日内纹银流水1130两。这么赚钱呀！咱们仁华人的钱呐，都被这揽溪人赚走了。方知县，刚刚陆老兄说了，愿意给咱们县里的单庞圈纹银100两回馈乡子。揽溪人在仁华开赌坊，挣仁华人的钱，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太嚣张了，否则本官也难逆民意呀。自然，我们这边愿意退让一步。哎，这个宋师哥啊，好了，本官裁决如下：方宝玉、帅家墨所得赌资系非法使诈所得，赌方不予兑付。不过帅家墨代为赌方盘账，功过相抵，赌方亦不追究方宝玉、帅家墨欺诈之行为，双方退下干节。最后一案，大老爷，我冤呐！我大清早的挑的大鲟鱼，全让他们打到水里去了。您是我们的副捕官，您得替我们做主啊！临时情急，放心。今天的殴斗之事，虽然是因为风氏姐弟而起，但是陆老兄呢，也愿意赔偿大家的损失。劳烦诸位算个总数，一并奉上。不必了。刚刚我问过大家，各位的财物损失共计40两，但是这件事儿是因为陆飞龙扣人而起，不过所有大家的损失，我封碧玉双倍赔偿。好了，这就叫皆大欢喜。退堂。程壮师果然厉害，3桩案子都是一言而定，不愧是铁嘴大壮啊！是你自己问心无愧，还你个清白而已。啊，对了，这是给您，给我便是。这次呢是范老请托，给你算的便宜点，下次不是这价码了啊！程先生这钱赚的真是爽利啊！你给我多少银钱，我就还你多少公道，仅此而已。走了，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树性之诚，对错不是很清楚吗？我爹去扬州开了分铺，续了弦，这边的铺子就我姐一个人操劳，我这样一定得替他分忧。6分，师母6分，我得好好赚钱，人华赚不了，我就去省城。干片大的。哎，老帅，你是我好兄弟啊，你可得帮我，到时候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不是我算错了，是田七跟田母本来就对不上。你怎么还在想找上那块田的事啊？这个田它不对呀，可能当初他划田的时候就有纰漏，你管他呢？不是那一块田的事儿。我帮陆飞龙盘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所收上来的田契，跟他们找人10几两的也对不上。你要是想查清这个，那就得去炸个库了。加个户。对啊，
咱们仁华的每一块田地啊，那都得把田主、位置、资质还有面积，都得在官府登记造册。一份呢，田主留作地契；一份做成鱼鳞图册，留在监安府的那个价格库里保管。你要是想土地买卖，那就得跟那个鱼鳞图册对比物，官府才能发红契。你要是真想算清这个田亩和田契的误差，那就得去价格库。我说价格库啊，可不是谁去才就能知得了的。如果你能带我进价格库，你就陪我去省城。这可是难得的版本呀！这套图集五色齐全，画面生动，构思巧妙。哎，这漫漫长夜，那可真是削发的良宾哦。哎，这书可不是我想看，是我一个朋友要看的。啊，你说这巧了不是？我有个朋友，也想看一些书。你让我的朋友看一看，我就让你的朋友也看看。佳木，佳木，来来来，爹。
3530是什么意思？头言岩上滚，2言雪花飞，3言4言扣骨头，5言6言抱肩头。我要是有姐姐1/10的能力，姐姐你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别给我绕弯子啊！说事儿。省城那批货你不用去了，姐，我跟老帅肯定给你完成。长大了，知道体谅姐姐了啊！有这个心啊，就帮这个忙吧。哎，那要去自己去啊，算单子给我留下。哎，不行，姐，我得带着老帅去省城见世面的。他得给我盘账啊！不行，没有老师我不行。赌不赢是吗？对。哎，不是姐，不是这样的。人呢？你什么事儿啊？仁华县的税赋账册里有一个大疏漏，我来提告，希望你们尽快纠正，支持调整。疏漏是你们家多交税了？不是我家，是整个仁华县的税赋出了问题，一个巨大的错误。哎呀，我写给你看吧。整个仁华县，那关你什么事儿？数字有错，不应该是户房负责纠正吗？这钱粮之事，那是一级压一级，你得向上找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说我不教你啊，仁华县的钱粮都交到了金安府，所以你要提告，得到金安府的库房，你明白吧？哎，诸位，都打起精神来啊！今天谁也不能给我们仁华丢脸，听见没有？一会儿黄知府就在这个方向出现，啊！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抬头，挺胸，目视前方。这个地方，谁要敢怠慢啊，吊儿郎当的，我小心你们的屁股！宋同伴到了，宋同伴，哟！哎呀，宋同伴，方知县有劳啊！哎呀，停！宋同伴，您可是我们晋安府的左二官，您怎么没跟黄知府一起来呀？打好前站啊！有事明日再来吧，我得去迎接新知府了。这个事情非常着急，必须今天说。何事啊？仁华县的税赋出了一个大疏漏，必须马上改正。谁让你来的？我自己啊。那你可有功名，可有官府的职衔？没有。嘿，你个平头老百姓，跑到这里瞎掺和什么呀？让开！数字账册出了问题，与我身份何干？再不让开，我叫人把你给插出去！你看啊，这笔税赋叫做人丁私捐税，一共是3530。这里是知府衙门，只接受下一级衙门的查账申请。你让仁华县行一道公文来，我们就受理。仁华县的户房我也去了，他们说这是府一级税赋的问题，他们不管。反正我这里只接受县衙的公文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让开！恭迎黄知府履任。恭迎黄知府履任。马知县，上。
恭迎黄知府履任。到了。快，这是黄知县，快啊！啊！哎呀！恭迎黄知府履任。诸位免礼。谢黄知府。在下晋安府通判宋仁，见过黄知府。宋通判不必多礼。在下仁华知县方梦真见过黄知府。黄知县免礼。您您一路舟车劳顿，真的是辛苦了。我们一直在门口恭迎，没想到黄知府竟然先到了。本府私自决定啊，提前到达晋安局。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多走动走动，了解一下晋安本地的风土人情，没给黄知县造成什么惊扰吧？哎，哪里，我大明官员若能像您这样深入民间，体察百姓疾苦，那定会天下太平，海晏和亲啊！黄知县谬赞了。本府既然为大明牧守晋安，自当是鞠躬尽瘁。死而后已。你个刀杀货，你是阴魂不散呀！府衙的事儿，你到府衙去申告啊！晋安府衙的人说，他们只收县衙的文书，这笔税赋是白白多交的，就该由县里提告。那谁说的？你找谁去？他们让我找你啊！来人，插出去！嘿，干嘛呢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师爷，萧教喧哗。成何体统？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师爷，这个算呆子不知道怎么议政了，非说咱们县的税赋有问题。对，问题是有问题。我给你看，你是说我们仁华县的税务出了问题？武江知县徐康送来拜帖，说公务繁巨，未能亲迎，恳请恕罪。把那些拜帖都扔了吧。是，好，没事。老爷，晋安府名不虚传吧？啊，这些个县令，本府大人居然敢拖着一个个不见，这是商量好了要给本府一个下马威啊！小心点啊！哎，好的，老爷。要不您亲自去县里转一转，煞煞他们的威风。本府不能私自下到任何一个县里，我连隔壁的仁华县衙都不能去，否则御史会弹劾我擅离职守的。他们知道我投鼠忌器，否则怎么敢这么肆无忌惮？你这都好好擦擦啊！好嘞。晋安府啊，上下下真是积尘太多了，乌烟瘴气，是该好好打扫打扫。什么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跟我在这玩猪狗武侯呢？啊！那其他几个县的知县真的就不来拜见了？催收在即，朝廷征税那可是大事啊！怎么着，黄知府，您还能挑出个理来？说到税赋，手下还有一件小事想向您禀告。说，有个呆子在户房闹事儿，非说在价格库的账册上查到我们县的税赋出了纰漏。哎呦！纰漏？什么纰漏？啊，是我们县每年的税赋都多缴了。什么？多缴了？谁说的？此人冲撞衙门，擅入禁地，奉知县老爷令，失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本来就是个大书篓，闭嘴闭嘴！哎，行。
吃一顿打，把嘴闭紧。住手！哟，宋东派，方师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人擅闯价格库，我是奉了方知县的令，施以惩戒。金安府谁不知道这帅家墨有问题？我与他的长辈有些交情，能否给宋某几分薄面？宋头板既然说了，下面的板子那就免了。不过您得好好劝劝他，这家伙啊胡说八道的，非说我们现在赋税出了问题。这事儿如果传到黄知府那里，那岂不是给我家东主和您找不痛快？他是因为赋税的事儿才擅闯价格库的，可不。哎呀，家墨，我已经给你求了情了啊，余下的板子不大了。回去之后不要乱讲话，这赋税的事不是你这种人可以参与的啊！按守本分，傻孩子，别再乱讲话了。帅，呆子，呆子，什么东西啊？老帅家的猫。哎呀，老帅，老帅，醒醒！呆子，扶起来，肯定受伤了，你小心啊，小心。走。我说你这平头老百姓啊，你怎么知道金安府的书漏啊？一开始，我是发现我量的田亩和田契上的数字对不上，后来给赌方盘账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案例情况也是一样，所以，我一开始进价格库是想看官方记录的约定图册。那你怎么查着就查到人家人丁丝绢上了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鬼使神差的，就发现了这人丁丝绢税的疏漏。我发现的证据和推演过程都写在这条陈里了。哎呀，我这满手是油，你就说吧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仁华县每年上交金安府的税赋里，平白多出了一笔3530两的白银，应该取消。那如果这3530两是有错的，那把它取消了应该是好事啊，大家应该开心啊。为什么要打老帅啊？方知县的绰号叫什么？方识相啊。对呀，他成天什么都不管啊，清静无为。现在这个新师傅来了，他更不想这种乱七八糟事给他添麻烦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收拾一下。得说清楚。呆子，我们都支持你去提告，该我们交的1分都不能少，不该我们交的1分也不能交。不是姐，这老帅已经挨了10板子了，
再去提高，那还得挨石板子呀。6板，你看人家唐僧拿着紫金钵也都把金给取回来了，这3000多两，方石相也该醒醒了。呆子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如果有机会见知县，去不去？见。怕不怕挨板子？不怕。行，等你要好好养伤，养好了一起去。走。宝玉，姐姐我呢，也从来没想过让你考取什么好功名，那最起码，咱在仁华留个好名声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呆子算出那个人丁私捐税绝对不会是一个小事儿，如果纠正了，你想想看，对于咱仁华的老百姓来说，是不是一件好事儿？算呀。那如果说仁华百姓知道这事儿是有你一份子的，是不是要对咱封家感恩戴德？可是这事儿是老帅发现的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老帅你也知道，他就是个算呆子，他不会说场面话。你看，这不是被衙门打出来了吗？他需要一个疏通关节，让他，代为沟通的一个人。那可是这事……可是什么呀？可是，我知道了。你记不记得，呆子小的时候在墙上刻了一个算筹的数字？记得呀。记得多少吗？那谁记得住呀？我开始没留意，但是今天我拎着这个灯笼仔细看了看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墙上的数字和人丁私捐的数字是一样的。都是3530，所以呆子不呆，他有他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启禀方知县，学生封宝玉状告释迦墨殴伤本人。你和被告是因何事起了局语，又是因何动手打了架呀？如实说来。启禀方知县，我们俩是因为金安府税赋疏漏的事儿吵起来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俩是因为仁华县的税赋吵起来的。他非要说咱们县每年多交了3530两。哦，对，他非要说咱们县每年多交白银3530两，应该减免。可是我算出来只有3510两，我们俩算的不一样，忽而就打起来了。说话。诸位，咱先不管你是哪个数，他都不少，是不是？这么多的钱，你真是荒唐至极！给我查出去，查！等会儿，这殴伤之案理由当然重要了，不说清楚，怎么公正断案啊？对，必须得说清楚，说清楚好让大家一块评评理嘛，是不是？这可关系到咱们仁华县所有百姓的减税大事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释迦墨，你来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个税赋疏漏案的？你给在座的我们的百姓啊，仁华的全体的乡亲们说清楚了。说。怎么着？
本子呢？怎么着？去哪儿？这是？哎，怎么走了？让他那儿，让一让。你说。让开。奉行布政使司，共领11府，其一曰金安。金安府共领8县，分别是仁华、揽溪、万城、童阳、大丰、三省、兖江、山平。金安府每年所缴正税中，分为夏税与秋粮，由8县分别承担，数目不一。我这次查阅金安府账册，发现仁华县正税科目中有一笔叫做人丁私捐税。这一笔税赋既不写出处，也不知来由。我翻遍了仁华县所有记录，都没有说明为何要收这样一个科目。这笔人丁私捐税的征收总额是3530两，每年。我查到这笔税最早的记录是从成化16年开始，距今正好100年，每年多收3530两，100年一共是353000两。查出去！能领几个钱呀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说我们仁华白交了这笔冤枉钱啊？我查阅了金安府上缴朝廷的税赋，也有一笔人丁私捐税，数目同样是3530两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笔税赋是仁华县独有，其他7县的记录里没有这笔税。我怀疑这3530两的人丁私捐税，本就是均摊税，该由8县共同承担，如今却成了仁华独征税，自然是冤枉钱。此事过于复杂，不宜居下结论。不如先退了堂，找户方核实了再做转换。好了，老爷，我清楚了。就这样了，没有说法。刚才就不应该闪这个案子，这什么事儿都没弄着。哎，本堂，原来审的是什么案子来着？帅家墨殴伤方宝玉啊！对，帅家墨殴伤方宝玉一案，本堂宣判。不告了。我也没有多疼。不告了啊！苦主啊，已经撤诉啊！本堂宣布退堂。那人丁私捐税的不公之处，如何处置？对呀，说清楚。你刚才的一番解释，那就是殴伤案的证词而已。至于这人丁私捐案，那是另外一起案子，至少得有个苦主提告才成啊。那我现在提告就是。帅家墨，这可不是你一家之事啊！你难道想代表我们仁华全体百姓不成？有何不可？草民帅家墨为仁华县捐赋9篇以诉困苦事，上书提告。这个上书提告啊，需自身有功名之人才可。你一个白丁百姓，恐怕没这个资格吧？我们有。这位，风宝玉，那可是咱们县的
相声。学生是仁华县现学3等复生，愿以身上功名作保，与佘家墨一并。陈情提告。好了，你们可要想清楚啊！即便是提告成功，即便是我们仁华得到了这个税负的减免，你们一丝一毫都落不到你们手里啊！只要错误改正就行。我家的钱够花了。不再仔细想想了。诸位，倘若有8个兄弟，是不是一起活该他赡养父母啊？结果其中一个兄弟发现这赡养费全是他一个人出的。原本说好的8个屠户，每人摊派1斤，结果呢？其他7个兄弟呢，1分银子都没花。县学里只从你这里割走8斤，你说这合理吗？不合理啊！谁敢动老子的肉，老子就跟他拼命！幸亏咱们县里面还有2位义士仗义之言，一位叫帅家墨，乃是个算学高手，精通阴阳，善学术数；另一位呢，则是封宝玉，饱读诗书。难得的是啊，这封宝玉又称廷训，素怀仁德之心，身秉侠义之志，路见不平一定要拔刀相助。这正是帅家墨巧算账单为民困，封宝玉巧借账单助民亲。好，乡亲们，来，这是我们家少爷精心给大家准备的咱们金安自然税案的抄件，拿回家好好看一看。来，都有。有意思，原来破局的这一手着落在这儿。你说这上面不听辩解，中间不听劝，下边又不听话呀！老爷，我本想无为而治，我这无为我为得了吗？我这治我治得了吗？我真是太难办了。董主，属下倒是有个万全之策，您可以发一纸告示，就说本县向以百姓福祉为念，必从严查实，为市设钱粮税赋，兹事体大，需持重磨算，务求完全。仁华军民各安其位，勿信摇着为是。你觉如何？范老，这个方士想还真是一个托子诀的高手，说起来都是漂亮话，做起来是万事不沾身，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这一桩大麻烦，就被他给搪塞过去了。我没说那个，我说的是老夫这书皮包得如何？范老，连包书皮这种琐事您都亲力亲为，在下真的是佩服。这丝绢不可轻碰。我不是说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丝绢税不可轻碰。范老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这丝绢税上设知府，中牵8县，下连万民，想要减免，
朝廷不干，想要军坛期限不干，想要继续剿，老百姓不干，根本就是个无解之局，谁碰谁死，唯有拖下去，才是正道。今年先考的张榜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自太祖开科以来，我们金安府进士180人，举人437位，其中30%都是我们兰溪人。是，金安府之所以富足，根就在这敬书、爱书之心上。方茂贞，懒，真懒。聪明，是真聪明。范老，您是在京城见过大江大河的，这小水沟里扑腾的心机，瞒不过你。哎，相见野人，偶尔说两句正事，不算数的。只是，这帅家墨跟我有一些渊源，还望程先生多多看照。范老，这个蒜呆子你也认识？20年前的旧事了。妙啊！我说这棋最近啊，那个私捐税案吵得沸沸扬扬，本府就是想关心一下，不知方知县查的结果如何了？那个帅家墨脑袋有问题，他查出来的东西未必坐实，也不能全信。您那么忙，待下官核实清楚，再向您汇报。好了，就让帅家墨去查，1个月之内我要一个结果，到时再跟方知县一同参详。好棋。好棋。帅先生，我对钱粮事务也颇有心得，你打算怎么查呀？这次要查的是金安8县的档案夹克，要都看嘛。哦，不全看，全看来不及。我有一个想法，这次啊，先从仁化、同阳、万城、兰溪，先从这4个县，从成化年间到万历元年，所有夏税、秋税的缴税记录。这么多呀，能看得完吗？恐怕需要很长时间。好，不着急，慢慢来啊。1个月不够，那就3个月。3个月如果不行呢，那就半年。5个月，5日之内必有结果。5日。